1985年，香港北角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，一名18岁的装修工人诡异地死在正装修的大厦吊柜之中，身下压着一根奇怪的铁棒。调查结果更是令人匪夷所思，被称为不可能的死亡。这便是香港和富中心大厦吊柜藏尸案。故事要从1985年4月6日8点说起。包工头基叔带着几名工人来到北角和富道在建的和富中心大厦5楼 C 座进行装修。之前他们已经在这套房里干有1个月了。1周前，因供应商没有及时将材料送来，他们临时转场去了别处。忙完那边后，他们回来接着干。然而今天众人刚刚一踏入房门，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莫非1周没来，有老鼠死在屋里？众人循着气味来到了儿童房间，但便寻了每个角落也没发现怪味源。直到墙上吊柜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再仔细一嗅，怪味竟是从这个吊柜里散发出来的。吊柜安在墙头上，距地有2米之多。基叔踩在地上的建筑材料，想要推开柜门查看，不料柜门不知被什么卡住了，推了半天也没推开。工友们见状，连忙上来帮忙，但折腾了半天，依然没有推开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透过门缝查看，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里面竟然藏着一个人。而这个人他们认识，正是1周前失踪的工友何耀辉。何耀辉也是这支装修队中的一员，时年18岁。他家其实条件不错，父亲开了一间规模不小的工厂，只是从小就叛逆，早早就辍学了，还扬言不依赖父母，自己也能闯出一番天地。16岁的何就跟着包工头基叔从事装修工作了。由于聪明好学，很快就掌握了熟练的木工技巧，因此深得基叔喜欢。2人情同父子，和经常留宿在基叔家蹭吃蹭喝。1周前的3月31日，基叔等人按照既定计划在和富中心大厦5楼 C 座装修着，但由于供应商未能及时送来材料，造成第2天没法干活，因此基叔决定转场下一家装修，完工后再回来继续。当天下午5点，基叔让工友们提前下了班，临走时嘱咐何耀辉收拾完东西后去他家吃饭，而他自己则去了大角咀道开茶馆见朋友。见完朋友后，基叔回到家，本以为何耀辉早已回来，但却不见他人影，一直等到7点钟还不见何回来。基叔以为他出去浪了，于是自行吃了饭后早早睡下。然而第2天开工了，却仍然没有何耀辉的身影。基叔跑到何家找人，没想到何根本就没有回家。何耀辉别的毛病没有，就是无聊的时候总喜欢去赌场梭哈2把。基叔和何的家人都以为他去赌场逍遥了，所以才夜不归宿。基叔下班后带着装修队的工人联合何的家人到各赌场四处寻找，然而寻找了一晚上都没有找到何，又问了一圈何的朋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事情有点不对劲。何耀辉失踪的第3天上午，也就是4月2日，何的家人报了警，警方获报后立刻展开行动。当得知何耀辉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和富中心大厦，第一时间派人对大厦进行搜查，随同的还有装修队的2名工人。然而当时并未在套房里找到何，没想到1周之后，他竟然诡异地出现在吊柜之中。众人喊着何耀辉的名字，但他一直没有反应。见此情况，再加上散发着难闻的臭气，不用多想就知道出大事了。众人赶紧报了警，很快警方就赶到了现场，但遗憾的是警方花了半天时间也没打开吊柜的门，最后只能整个将吊柜从墙上取下，带回警局继续撬。中午11点多时候，警方终于将吊柜的推拉门撬开了，发现何耀辉早已死去多时，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在他的身下还压着一只铁棒，而铁棒的另一头卡住了推拉门沟槽，这就是为什么一直打不开柜门的原因。1天以后，法医的尸检结果出来了，根据尸体腐烂轻度推测，何耀辉的死亡时间就是他失踪当日，身体完好无外伤，体内没有检测出酒精或者安眠药等成分，也未找到被人捆绑的痕迹，直接死因是窒息。鉴于此，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意外死亡案件，推测何耀辉估计是想去吊柜里面睡觉，不小心卡住了柜门，最后在柜子里窒息而亡。看上去好像是这样，但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。比如何耀辉虽然只有18岁，但身高173厘米，体重140斤，而吊柜空间只 50cm x60cm， 这么高大的一个人，找哪儿睡觉也不大可能找这么狭窄的地方来睡。而那个吊柜刚刚刷过油漆，正在通风，刷漆之人正是何本人，他不可能傻到跑自己刚刷完油漆的柜子里去睡觉。又如4月2日何的家人报警后，警方曾来到案发点搜查过，同行的还有另外2名装修队工人。
当时吊柜的门是半开的，并未见到何。更重要的是，何的死亡时间为失踪当天，而那个时候都已经过去快3天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何自己爬进去意外死亡的话，一定是在4月2号以后，否则时间对不上。还有何失踪当晚12点左右，和副中心大厦6楼一个正在赶工的装修工刘某曾听到楼下有非常清晰的嘈杂声，像是有人在翻动什么。刘某与姬叔等人认识，白天的时候知道他们缺料早已下班走了，楼下应该没有人在装修，所以他从窗户边探出头，并用手电往下照了一下。这一照，楼下顿时没有动静了。此外，和身边的铁棒也显得非常奇怪。好好的他为什么铁棒？是为防身吗？种种推测都显示，何耀辉的死亡并非意外那么简单。何的家人不断的上诉，要求警方重新调查此案。迫于种种压力，警方于1985年6月重启对此案的调查，但查来查去，警方都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也没有找到任何的可疑之人，最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。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在1986年6月15日的时候，旺角广华街也发生了一起衣柜藏尸案，一刘姓男子被发现在自己的单身公寓衣柜里死亡，而这名死者正是和副中心大厦吊柜藏尸一案中那个6楼赶工的装修工人刘某。所以和副中心大厦吊柜藏尸一案，民间一直传说是他杀，很有可能是当晚他约了几个赌友在案发的赌博，由于当晚手气挺好，赢了不少钱，最后被那几赌友杀害。在楼上的刘某听到了动静，于是用手电筒往下照了一下，他们以为刘某发现了什么，后来又将刘某杀了。与香港许多凶宅类似，吊柜藏尸案发生后，和副中心大厦也开始流传着各种灵异事件。有人说看见一个神似何耀辉的少年在5楼徘徊，有住进去的住户说听到夜晚大楼传出哭泣声，还喊着放我出去。